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大家好。前成功级舰长方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注意到今天14号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这一场习川会了。今天的环球大战线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一流的嘉宾，要就这个习川会进行一个最深入的习川会14号的特别深入报道，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在这个观看我们的节目之前，先请观众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并且呢帮我们分享出去，也告诉我们你在哪一个城市，一起来关注这一场最重要的习川会。好，这一场会议现在可以看到，今天早上14号的时候正式登场了。稍微带观众朋友来回顾一下今天一整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川普这边呢，摩托车队已经开到了，那么野兽座车正式的驶入人民大会堂。车头上面是直接挂上了美国跟中国大陆双方的国旗，政治的意味相当的浓厚。而再来看到的是，川普下了坐车之后，跟习近平主席两个人握手，时间长达10秒钟之后，他们就面对镜头来拍照。中方特别还在这边呢安排了大批的孩童挥舞中美的国旗来欢迎川普哦。那看起来两位领导人表情看起来都相当的轻松哦，愉快。川普2度的停下脚步，对小朋友们微笑，并且鼓掌。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来关注到这一场会议上面出现的人物哦，尤其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这个之外。不只是官员，还有商界的人士也全部出席了，包括了国务卿卢比欧、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还有财政部长贝森特、苹果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跟波音的执行长等等的人。那么进入到了会场，人民会场之后，我们来看到习近平主席特别先做了发言，他说中美若能够合作，就能避免掉入修习底德陷阱。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always say the truth.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 好，看到刚才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哦，在习近平主席的部分，不断的强调中美之间应该要合作，还有提到修习里德陷阱等等。那川普的这一方呢，我们看到他不断的打的牌是习近平的关系牌，一直说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还不断的强调说呢，我会打电话给你，你也会打给我。那么他还说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有些人呢不喜欢我这么说，但是这就是事实，我还是会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好，我们特别来看到这一次呢，双方啊在这个会谈的时候，出席的人物有哪一些？包括了中方，先来看到，包括了政治局常委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等人。美方代表现在有卢比欧，还有呢国防部长，也就是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跟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这一场会谈时间其实在后面呢是没有开放媒体来做拍摄的，那长达了2个小时的时间。川普后来在出来之后受访，被问到说有关于台湾的议题的时候，他说他不愿意提及有没有谈到台湾这件事情。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这一次的规格，其实我们来和9年前来做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包括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包括刚刚讲到的习川2个人谈话，好像表达的东西又不太一样。那赖老师又怎么解读整场会谈？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这个会谈是初步是成功的啊，因为中方是很有诚意，美方的特朗普看起来也很开心，他也是抱着诚意来。那双方既然都有诚意，不过因为川普过去的历史太不好了啊，他出尔反尔，
早上讲的跟晚上说的又会变，而且呢，他今天答应了，明天可能会撕毁，所以绝大部分的大陆的朋友啊，或者是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人对川普其实基本上是不信任的啊。那对于一个常常言而无信，然后翻来覆去然后没有信用的人，可是他这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是严肃的，是认真的，所以我们就先再给他一个机会，说假定他是会这一次会信守承诺，当然我可能很快的又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谁晓得他回去以后被人家怎么讥讽嘲笑，然后他又翻脸，因为在9年前的时候就干过一次嘛。本来他到中国来访问也是成功的，中国大陆去美国访问也是成功的，2次的访问都很成功，而且双方都达成很好的协议，宾主尽欢了。然后回来以后，川普被民主党一嘲笑，他就把那个跟中国的协议就撕毁了，马上祭出301法案，那中美的关系就开始启动了这个贸易战。所以坦白说，我对川普没有信心，不信任。但是我这一次我倒认为川普是严肃的，是认真的那为什么说是严肃是认真？是因为他不得不严肃，不得不认真。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9年前的中国跟9年后的中国不一样了。9年前的中国，我打你的时候，你只能防御，你还没有办法还手，你只能够挡，你还手不了。可是问题是9年后，你不但可以还手，你还可以让我痛得不得了。也就是说，9年后的中国大陆，不管是稀土，不管是基础药，甚至医疗器材，甚至还有更多，我不买你的大豆都可以让你死，我不买你的石油天然气，我不买你的波音，你的波音都可能会被空巴整个战胜。而您知道，目前来讲，全世界就有2大飞机制造厂，中国大陆的这飞机制造厂还在成长中。2大飞机制造厂，如果中国大陆一直下货，是在那个下订单是在那个空中巴士的话，空中巴士的结构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波音未来要跟空中巴士竞争就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它的生产线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的这个流水线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它的产品更好卖，你最后你波音很有可能却变成一个一直不断的萎缩的公司。所以对波音来讲急得不得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不只是我东西卖给你，我不卖我都可以让你死，我甚至不买我都可以让你死。那你想，中国大陆的9年后的大陆已经不是9年前的大陆了。在这个情形下，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他心知肚明。今天的中国的块头不是9年前的块头了。所以他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其实他也忐忑不安，他也希望说能够得到好的接待的规格。而这一次中国的接待规格虽然不是说是最高的，但是是高等的。我们不能用“最”这个字但是我觉得是高等的。为什么？当然，我们看到在西方人以美国人能够理解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派了国家副主席来接你，这规格算高了吧？到机场来接机，这规格上高。是。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政治的实力跟排名来讲，是一党领政、一党领军的话，那是要看党内的实权。那如果9年前的杨洁篪跟9年后的这个韩正到底是谁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我想是不一样的。那9年前是杨洁篪，9年后今天的杨洁篪的位置就是王毅。王毅是如何的贴近这个习近平的身边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实力上来讲，中国大陆的拿捏实在是非常的漂亮。也就是说，面子给你做了，但是理智上还是没有把你拉到这么的高，所以我觉得有高规格，但是并不是最高。另外一个我倒觉得可以看重的地方在哪里？可以看重的地方是在明天在中南海。对，我觉得中南海是中国大陆不轻易接待外国元首进入他的工作地方。那明天让川普能够进驻中南海，我觉得这个规格不算低这很高的，因为当时接待普丁、接待金正恩的时候就是到中南海。普丁、金正恩都能去中南海，其他的你看马克龙去中国多少次中南海去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规格还是不一样，但是并不是最高这个规格。
好，我们看出中方也给出了诚意，那美方看起来这一次也是认真的。除了从规格来看，我们也来看一下细部这次的谈话的内容。刚刚特别提到了说，习近平主席这边特别强调说，避免双方落入修习里的陷阱，好像是希望双方这一次能够强化合作。那川普的话，好像一直不断在强调两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更像是在商人做一个交易吗？不知道就这些谈话的内容的话，舰长又怎么看？以前呢，之所以修习底德陷阱，大家在争嘛，一定要打一个战，因为那个时候世界比较落后，也比较贫穷。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看得到的资源，大概就是那几个。所以当我是老大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拿不到我手上的东西。当你是老大，我也要退却，所以他一定要打一战。但是现在已经世界太富庶了，完全没有必要说有你无我，这是过去的那个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一次的比较，我今天早上还特别看了一下，2017年的时候。川普跟习近平在那个阅兵的时候，那个的相互的动作，我觉得他们两次差别很大。第一个差别是，你可以看到，川普的动作肢体语言动作多很多，他握手还会拍拍习近平的手，他好几次扶习近平的肩膀。对，上一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是蛮僵硬的。那习近平几乎就是那个，就是一直都是那样。中国官场就是稳重嘛，他从来没有碰川普。可是上次川普曾经2次轻轻碰过习近平。跟这次比，显然肢体语言多很多。第二个，言语也多很多，而且你看他们讲话都是，这个表情都是很愉快的。对，上一次相当的陌生，那这一次我觉得他们真的交情比以前要好很多，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触。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上一次之所以那么陌生，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嘛。你想想看，上一次那个中国大陆的去形容川普的是帝王级的礼遇，北京晚上的时候关了，就他。2个夫妇带着他的2个夫妇4个人在那里，川普在那里做这个，对不起，习近平做引导，然后中间还在那个紫禁城里面看了一个京戏，4个人还在那里饮茶，这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的事。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就是他不但希望做好国事，更希望拉拢我们私人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进一步的关系。那这一次呢，完全正常。那这一次不但是完全正常，你可以看得到，反过来，川普试图我不能说讨好，就是他的肢体动作，你看我跟习近平很好哦，你看我们非常好，话也多了很多。上一次几乎没有说什么话。那我今天早上看这时候，坦白讲，我真的蛮感动的。中国最近200年，世界没有人瞧得起你，知不知道？这一次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总统。而且是最骄傲，有史以来最骄傲的那种皇族，他居然会用这种态度来对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我就那种很深的感触，就是中国站起来了，就像毛泽东当初在人民大会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次的让我的感受就是中国站起来了。那我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的投诉，我觉得他说什么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就我们中美不可能断绝往来。第二个。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各做各的。然后第3个，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我觉得就是修习底德陷阱，真的大家要把它丢开了。现在的资源够大，世界够大，绝对容得下2强在这个世界。好，就这个刚刚2位这个专家老师都特别帮我们看到说，今天就以上午这个对话跟下午的这个互动关系来说，中美现在似乎看起来是往这个正面的方向去做发展。那另外一方面，这一次川普来，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有没有这种经济下面的一些现实压力。因为刚刚舰长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嘛，就是川普这一次的肢体语言特别的多，话也变得更多了。现在也在说他带了这么多的企业家，当中包括了不管是库克啊、马斯克、黄仁勋等人哦，再加上波音非常的需要这个中国大陆赶紧买他们的飞机，是不是未来在经济上面的合作会更多？终究离不开中国大陆的市场。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次你看到他是说有30个美国最顶尖的企业主，但是排到后面的大概主要是12个，从苹果到 NVIDIA 到黑石，好，然后呢到就是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美国的金融、科技、AI、农业，通通到了。换言之，其实这一次美国有求于中国，多于中国对美国的要求。我其实感觉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大概只有
台湾议题，甚至连科技管制他都不在乎你是不是开放，因为你已经帮我穿建国了。所以呢，美国要求于中国的，从伊朗问题到稀土，到采购，甚至到军事机制，以及所有的这些就是说开放市场，我觉得其实这些看起来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底定，目前结果还没有出来。我在昨天开始我就有4项推论，第一项推论，我觉得双方在伊朗的问题上有很高的共识，那就是停战、和谈，然后呢海峡的开放，但是怎么开放不介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一定会谈到这个东西，双方表达正面的态度。那未来1个礼拜之内，美国跟伊朗应该会进行到和谈，因为不能再拖了。最重要的是，整个国际上不能再拖。那再拖一个月的话，全世界的能源会面临到严重的匮乏。那第二个，我觉得在他们的双边关系上，可能会形成一个双边的委员会或者是对话机制，这个就包含 AI。这为什么解释黄仁勋到最后一刻才上？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本来一直就在名单，他怎么可能临时才在名单里面加出来？川普说：“我看到新闻了，怎么没有他？我赶快把他叫来。”不可能，把他叫来。如果是这样的，把他叫来，你要不要北京那边同意？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能，他一定是一直在一开始在名单上，但为什么后来没有他的名字？那就是 AI 谈不拢，或者是黄仁勋之前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不应该拥有最先进的晶片。那北京当然不高兴，有点等于是对他的一个表态。AI、稀土、军事、贸易、科技，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都会有个双边的对话机制，或者是委员会。看起来这一次会是如此。那台湾议题，你看到没有？记者就不断的问他在天坛，因为台湾议题怎么样？China is beautiful。他真的很会演，可是我觉得台湾议题会是一直的关键，而习近平讲得很清楚，台海的和平会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中国都愿意跟你来共同做危机管控，他已经退咯，他不愿意跟你做危机管控了，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在台独问题上表态。你就必须要在军售议题上表态。那现在他在斟酌这个话语，最后当然中国会买很多美国要他买的波音、大豆、牛肉等等，所以结果还没出来，但我觉得这个方向大概越来越明显。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川协会的延伸报道，我们今天持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是中美现在呢军力同样在这一场会议之后，可以发现是大逆转了。赫格塞斯这一次破例到中国访问，急求的就是稀土吗？黄仁勋则是突然间说登上了这个班机特别来到中国，大家就说他会谈这个科技问题，中美 AI 战，接下来川普会不会让步？那这一场习川会，大家如果觉得目前中国大陆比较占上风，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写下1；如果你觉得目前为止美国比较占上风，欢迎在留言区帮我们留言写2。那我们一起来做更多的互动。好，今天节目一开始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这一次呢，防长赫格塞斯罕见的随川普访中，并且呢，现在是说可能随中方的防长一起来聊军事是说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军事问题已经走向这个台前了吗？是双方要一起来进入危机管理为优先的一个新阶段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到是《纽约时报》在这个当中特别指到美军在军事上面现在因为中东的战争而非常的疲弱。他说呢，现在每打1发飞弹就等于更依赖中国的稀土了。
所以中美的军力消长正式在此刻打开了差距吗？美国的军工体系正在被稀土反制吗？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件事情，黄仁勋最后一刻登上的空军1号被解读是 H200跟 AI 的晶片议题上已经进入了习川会的核心，川普会在晶片上面松手来换取中国大陆的资源让步吗？而我们刚刚收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是，美国商务部已经准许10家的中国企业可以获得 H200的晶片，每一家可以获得的数量是7.5万颗，这是我们收到的刚刚的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美方在晶片上已经正式的让步了。好，我们赶快来看到是这个为什么这一次赫格塞斯会突然间出现在这一场会议当中？因为过去呢，其实防长不会陪同领导人一起出席的，要谈的话也是呢防长私底下自己和对方另外一个国家的防长来谈，所以这被视为是1972年尼克森访华以来首度有现任美国的防长陪同政府正式出席。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呢？大家也在解读说，是不是现在变成说军事议题已经是中美双方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了呢？双方是不是要来推进在军事上面的沟通跟危机的管理呢？当然了，赫格塞斯要担心的问题，现在其实更多的是在军火库快要空了。尤其大家知道，在美伊战争之后，中东冲突大爆发，是大量消耗了美国的战斧飞弹、防空体系、精准导引武器等等，火库现在出现了补给上面的压力。美国前贸易官员也直言说，每打一发飞弹就更依赖大陆的稀土了，包括美国所需要的这个永磁马达、导引系统到雷达、军工电子、雷达设备都高度的依赖稀土，而大陆现在手握大约是达到了4000万吨，占全球1半以上的重要的稀土，也难怪美方会如此的担心了。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这个舰长如何看这一次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为什么会随同川普一起到访中国？那纽时也点出了现在这个美伊战争下美国所面对军火库的问题。舰长怎么看？他这一次出现这个赫格塞斯跑到这里。我也蛮惊讶的，为什么呢？美国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战争状态，尤其他中东有很多的部队在那里是临时这样子过去的。总统走也算了，你五角大厦的头也走掉了，这让我觉得，你们都完全不在乎这个世界上跟你们军事有关的事情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中美现在其实以超限战的眼光来看，他们现在在一个战争的状态，那他的战争状态就是经贸。所以经贸已经谈到第7轮了嘛，这一次还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结果。那这一次前2天，这个双方紧急在首尔不是这样在谈吗？我当时就在想说，这么急迫的在你们这个总统见面之前，你们要去谈吗？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这一次我举个例子，经贸没有谈到一个结果，让川普觉得我有很大的收获，基本上川普这次来北京完全是浪费时间。他就需要一个在经贸上面向美国人民证明说，你看我是一个很有决断的，为我们全国争了这么大利益，所以他需要一个大单。那这个大单如果这次没有，那不就结束？那如何能够有呢？所以之前这个双方一定要确定。所以你看前2天、昨天、前天，双方的贸易代表在那里首尔谈了半天。所以从刚刚这个出来，就显然知道他让了一步，背后是什么？可能北京也让了他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然后第3个，就他的弹药缺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美国，如果你了解他们最近的数字，我举2个这个资料，一个说爱3它未来几年它要从600枚的年产量增加到2000，萨德从96增加到400，一直都增加3倍到4倍。为什么？它缺太多了。然后2026、27年，它国防预算临时增加要5000亿。为什么？就是要采购这些弹药。那这些弹药是这么重要，那些的其实他自己也是，我认为他这一次来稀土他当然希望中国不要去管制它，否则他这些生产弹药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更重要的一个，这是我其实在担心的，其实是对台湾的军售。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川普这次讲说我反对台独，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个变化很大。可是你仔细这样想，川普这个人讲的话能怎么样呢？他今天讲反对，他明天你又不知道他讲什么。其实我真的担心是，如果他取消对台军售，
那才是一个实质上最大的。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次后面第2批的140亿军售，很多人都在担心啦。我相信我们也在担心，台湾也在担心。美国最近不才有8个，就是6个是民主党的，2个是共和党的参议员，联袂写信给川普，说你要尽快批准这140亿，因为他怕生变。那如果从现在开始结束，一直到6月底之前6月底之前没有批准这140亿的原来已经预定要给的军售，那就是可能在这一次谈判里面把台湾给出卖掉了。可是他会不会讲？他不会讲。你只要等6月底之前，看这140亿军售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好，那同样的问题，赖老师又怎么看呢？现在也是在说这个有关于中美军力的消长，是不是可以从此刻看起来？因为现在美国非常的需要来自大陆的稀土。当然需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高科技的战争中，它不但打科技，它也打钱，它也打这种稀土这种矿产。对于美国来说，它没有这个稀土矿，它也没有这个提炼能力，也没有这个技术，也没有这个设备，它基本上几乎都是依赖中国大陆。一般用的可能还有一些，可是问题就在于用在军事方面的几乎90%都依赖，那你怎么办？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客观的现实发生了，你需要中国大陆来支持，需要中国大陆来帮忙，可是你又做让中国大陆不愉快的事，大陆怎么可能会给你？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稀土，美国在军事方面可能拿不到因为大陆已经把稀土的管制变成一个条例了，所以它是法规了，除非修法规，不然的话它不会采用特许的方式。换言之，也就是说，在军事这个部分里面，这是严厉禁止的那严厉禁止的，换言之，没有经过特许，基本上是不会出口的。那不会出口，你就没有就是没有嘛。那按照规定来嘛。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稀土的管制法规会这样出现，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打科技战，打了以后就造成这个结果。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军事用途的稀土基本上是不会出口供应美国的国防工业所需要，除非他透过政治力由中国用特许的方法给他，那这个等于是每一批一次谈，每一批一次谈，那你要拿出什么东西来交换？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第二个，被制裁的美国的企业是绝对拿不到任何1克的稀土。那也就是说也没有特许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美国被中国大陆制裁的军事机构、军事企业，不管是雷神等，他们绝对拿不到中国的这个军规的稀土，绝对拿不到。好，那商用的稀土会给，可是按照审批，审批可慢可快。那审批有一定的规则，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把稀土审批的规则写得很清楚。因为有很多稀土它是军民两用的，那既然是军民两用，你就必须要跟中国大陆报告你为什么要这个稀土，而且你这个稀土这么的多，你要制造多少商品？那你去年制造多少商品？那你卖了多少商品？你明年你规划要卖多少商品？所以它要追踪的。是。那这个部分里面，现在 AI 都可以帮你做很多事嘛。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大陆是严格的管控。那如果你一旦不诚实或者没有提供资料，它就不会给你了。可是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的话，这个商用稀土对他来讲是秘密啊，因为我生产多少的量，这个是商业机密啊。那我今天我给你进了多少稀土，我生产多少量，我都要让你知道。那如果大陆把这个讯息跟相关的企业来分享的话，那这个就是非常有用的商业情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稀土的中国的管制，它产生了很多很强大的力量。另外，赫格塞斯来，我觉得除了谈稀土问题以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恢复。我讲是恢复，原来就有，是能不能恢复部长级的热线？现在几乎没办法通了。对，还有就是南海的冲突风险的管控，还有东北亚跟日本的冲突的管控，我觉得对于赫格塞斯来讲都要谈一下。
好，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议题。那我们也来关心，那在财经上，在经济议题上也就是包括了中国大陆现在最关心的有关于晶片的限制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松绑？因为我们刚刚有收到最新消息嘛，商务部因为已经同意了，允许了10家中企可以买 H200，一家可以买7.5万颗，这样算是一个让步吗？或者是说中国大陆真的需要这一些晶片吗？还有就是说10家企业7.5万颗，这样子到底是多不多？大陆有没有需要？尤其现在华府内部也出现针对于这个科技圈，针对于中国大陆要不要让步，也有不同的声音。一派主张全面封锁中国，另外一派跟黄仁勋比较像，认为说你继续封锁中国的话，会让中国更快的自立。杨老师就这些问题怎么看？大陆需不需要辉达的 H200？需要，因为大陆现在的 AI 的这个企业哇非常的多。那所以呢，他们也在相互的竞争，叫内卷，所以它需要，可是它更需要中国大陆自己生产的芯片，只不过是现在高端的层面还没有真的上来，可是它在用就是叠加技术跟就是软体的方式呢，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你看到这一次的 DeepSeek 的 V4 出来之后呢，它就不用辉达来做测试，它用华为的芯片，它用寒武纪。所以也在走技术自主，现在大概可能就是在最后这几年，可是这几年辉达芯片如果能够提供，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不好。那中国大陆本来就是反对科技战、科技的这个限制，相互的合作、全球化共享、这个分享成果，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大家在比我的制造专长，比你的这个研发专长，然后相互的这个竞争合作。可是黄仁勋这一次能够来，我觉得2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他的芯片问题，第二个是整体中美的 AI 竞争。芯片的问题，我觉得这一步就是美国浪，中国大陆其实在之前也有进 H200，因为觉得它有后门。之前 H20的时候就觉得它有后门，安全性问题。对 ，H200在大陆进，美国也进的情况之下，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就开放？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对中国大陆现在所需要急需的这个芯片的供应 ，OK。那但是更往上一步是整个 AI 的规范、秩序、合作，中美之间，其实我觉得对美国而言那个压力比较大。我们看整个 AI 产业从最早的这个电力，然后呢到资料中心，芯片然后呢这个大数据、大模型，然后呢企业运用。这整个算起来美国现在几乎大概只有在 AI 芯片跟部分的大模型，大概还是有领先的这个趋势。你在电力、资料中心，美国现在根本难以负担；你在大数据，美国已经落后；你在企业应用，中国大陆现在在 AI 的企业应用，那是整体的提升，所以它几乎只剩下 NVIDIA 的芯片了。讲句实在话。当然是台湾做的了，是 TSMC 做的。然后呢，大概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2家以及 Cloud 在整个就是说大模型上面有它的全球的市场跟部分的优势，可是它采取的是闭源的。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大陆这几个从千问到 DeepSeek 都采取的是开源的。各位，这会牵扯到最后最关键就是企业应用到底有多少商业效益出来。因为 AI 不是这都是在搞军事或者是在搞这个情资分析，最重要还是商业运用它的商业价值。现在美国的商业价值一直出不来，所以担心年底搞不好会碰到 AI 泡沫。因此这个时候如果中美之间能够有一个 AI 的框架讨论未来的秩序会发展，甚至彼此相互的协助，对美国我跟你讲是救了美国的国运。所以芯片根本我的观点是其次。反而是美国现在是需要跟中国去讨论一个整个 AI 的框架，中美之间的合作。那我们看他这次能不能有这个远见，建构一个中美的对话机制，或者是双边的委员会，在 AI 的问题上。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来看到是川普牛皮吹破了吗？因为呢，我们没有想到在美伊战争中，这一次特别来关心到是伊朗的飞弹基地说满血复活了，33座当中有30座都还可以正常的做发挥。那么美军的军火库存则是快要被打完了，战争部还不敢公布到底具体在这场战争当中烧了多少的钱。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川习会的同时，美伊战争现在呢没有停下来，而且根据了解，双方都在积极的备战当中。因为来自于美国的情报单位最新披露说，伊朗本月初已经重启了荷姆兹海峡沿岸，一共是33座的飞弹设施当中，30座已经正式的把它给重新的启动了。更关键的事情是，伊朗的整体战力现在被重新评估，已经暂时回到了战前水准，其中机动飞弹的发射车约恢复了70%，飞弹的库存也恢复到了战前的70%水准。再来就是它的地下飞弹城了，重新取回了达到90%的一个战力。至于美国自己内部的保有战力，则是拉起了警报。五角大厦这边做了一个评估，目前美国消耗了达到1100枚的长程逆中巡弋飞弹，是美国库存总量占比非常的大了。发射超过1000枚的战斧飞弹，大约是10年的一个采购量，并且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飞弹，还有他们的各式飞弹，几乎都是清空库存的。弹药消耗掉之刻，五角大厦现在则是紧急要推这种低成本的巡弋飞弹，拼3年内希望能够买到1万枚左右。那么美国还有能力继续的攻击伊朗，并且长期的攻击、大规模的攻击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伊朗又会不会反击？舰长怎么看？首先你要知道，在战争里面哦，大跟小的那个心态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今天是大，我是欺负别人嘛，我的心态就是我尽快的把你打死，这个战争就结束了。那如果你是小的话，就像伊朗，他的心态就是我要活下去，因为我不可能打胜，那我怎么活下去呢？我就是比气长，跟你在那里憋。所以你知道，伊朗在这个战争里面，它最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长讲过4个字：对等报复。其实是2个，叫做对等报复，就是你打我，我才回手，这叫做报复，不是我主动攻击你。然后对等，我不会乱打，你打我什么，我打你什么，基本上我不会去把我的力量一下子打光。所以他在整个的战争中间，你说他们的基本的想法就是我要保存实力。我要活下去，这是一个小国家在作战的时候他的想法。那因此现在你可以看到说他能够拖下去，然后满血回归，然后又怎么样？我觉得完全正常，这完全是符合这个战争原则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呢，你说像现在再打下去，我觉得这个战争已经在收敛，因为美国知道他打不下去了。第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伊朗耐打。他为什么耐打？他把东西都藏到山洞里面，他那个地形是一个全世界最难去进攻的一个大的国家，所以他很耐打。第二个，他还能够撑很久，撑的为什么？有宗教思想，他不像一般人，他们都有一个将来我死掉会到天堂去，在阿拉面前，所以我要为我的国家，所以他可以撑很久。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最近俄罗斯发现了一件事情，你去仔细想想，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利用乌克兰，这个乌克兰是叫做代理人去消耗俄罗斯，对不对？那这次战争你有没有发现，莫斯科突然发现他们反手，叫做反手为主了。对，而且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为什么不利用一个代理人叫伊朗，去消耗美国呢？所以你们发现吗？最近俄罗斯在积极的在资助这个伊朗，这中间最大一个就是因为它海那里有一个叫里海，它里海伊朗有650公里的海岸线，这中间有5个港口，中间一个最大的有30多个码头，水深大概是7.5到8米，它可以停大概1万到2万吨的货轮，最多的时候可以停3角，你说它可以运多少？所以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现在就是收敛俄乌战争，我不打了，我利用伊朗来打你。那我要提供的就是北约提供乌克兰，美国提供乌克兰的这些军火弹药是一样的。是。那至于最后，由于是这个情形，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不会大打伊朗。这个战争应该要收敛了。我觉得很快的时间，不管他谈成最后什么结果，再去爆发大打不太可能。那最后我们应该要关心的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
那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对，好，这个西川会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是伊朗战争的一部分。那或许在这一场西川会里面，也会就伊朗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吗？这个我们后续还会再持续的做观察。那另外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就是说伊朗现在他说了要全面的在扩大对于荷姆兹海峡的管控，真的这么有底气吗？那赖老师又怎么看？当然有底气，您刚刚已经介绍了，他对赫尔木兹海峡的导弹基地从原来33个被摧毁的，现在恢复了30个。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摧毁的是表面，因为伊朗的山洞挖得够深啊，然后那个密度够大，所以美国的导弹炸毁的是洞口，没有错，它成功的、精准的炸到了。可是当停战的这1个月以来，伊朗它把它挖干净了。挖干净了以后，发现里面的并没有被损害，没有被损害，完全可以用。所以当他把那个洞口都恢复了以后，当他把那个地面的这些导弹基地都恢复以后，它里面没有被损害的导弹都被拉出来了，也马上就可以打了。是，这是我觉得对伊朗来讲，他很快的就发现他的导弹，美国的估计是错的。美国认为他已经销毁了它90%，其实相反，伊朗保存了。还有70%左右的战力。那无人机更可怕，无人机是因为它原本就已经把无人机的生产基地建筑在这个山洞里面。那其实这个有点像过去在中国大陆很早期的时候啊，当时美国跟前苏联要对中国大陆发展这个核攻击、核打击的时候，大陆在当时就定了一个国防战略，叫做3闪洞。3呢，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些能够作为掩体的就是把它放到山区里面去。闪就是分散，然后洞就是挖山洞，而且那个山洞挖的都很大。这个跟我们在早期抗战的时候那时候为了防止日本对我们中国重庆的轰炸，我们那时候也挖了很多山洞，把很多的国防工业都放在山洞里面。其实这次伊朗看起来也好像从这个里面学习到战争经验，然后他们把很多的无人机的生产基地都放在山洞里面。刚刚曾辉兄已经提到了，俄罗斯跟伊朗已经建立一个秘密的管道，这个管道被证明是有效。那么以色列也曾经去轰炸这个伊朗方的这个港口，但是他没有办法摧毁这个港口，他海军一样有效。所以俄罗斯普丁他答应伊朗的外长去访问的时候，那是2个礼拜前去访问的时候，俄罗斯的普丁讲得很明白，全力支持你伊朗的这场战争。俄罗斯普丁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美国、欧洲，你支持支持乌克兰武器装备去对俄罗斯战争，俄罗斯就支持伊朗武器装备去对你进行战争。目前已经被确定的是，所有的发动机俄罗斯可以供应，还有这个抗干扰的这个部分可以供应。另外，这个导弹系统的这个 GPS， 俄罗斯可以协助，可以满足。那还有，目前大家发现伊朗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它的技术怎么会突飞猛进？一般判断应该是俄罗斯的这些导弹专家进入伊朗里面协助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很快的就调整，然后就使它的这个中程的导弹的精准度很大。那你想，当伊朗都完全的在这次停战间都做好了战备准备，恢复了战力了以后，他当然有底气了。是，他对赫尔木兹海峡它的控制范围当然就可以扩大了。我想这个美国现在真的要用政治来解决了，不要再迷信军事方面可以解决这问题。好，所以在停战的期间，我们看到这个伊朗一方面在战损战力上面已经在快速的恢复当中，那另外一方面还有来自于俄罗斯的各种在军事上面、武器上面、技术上面的援助。那美国现在看在眼里，其实也很担心，尤其是打到现在，其实非常非常的烧钱哦。这个是美国战争部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主计长的一个数字的统计，现在说对于伊朗战争的总成本攀升到290亿美元。注意喽，赫格塞斯在2周前的时候还说，比他的说法还暴增了40亿美元，但是这不包括还有10座美军基地还要修复，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全部我们把它做一个计算，加起来大概这一场战争美国要花1兆美元，换算新台币31兆左右。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现在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投票是共和党仍然在国会支持力挺川普继续打
这个伊朗哦，最后是这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提案是以50比49再次的遭到否决，就是川普还是可以继续打伊朗的意思哦。那这当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投票当中有3名共和党员倒戈，老师怎么看？共和党员还能继续挺川普到底吗？这个投票它主要是针对川普主张在4月7号停火之后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算是战争行为。这个逻辑也能够讲得通哈，我也蛮佩服他的。不过从美国国内的政治觉得，他其实不算是真的跟你去交战，然后呢轰炸。那虽然军事封锁在国际法跟国家的实践上当然是战争行为的一种，不过从美国现在针对这个情况，共和党大概还是买川普的这个说法。可是你就有3个议员，分别是缅因州、艾欧瓦州还有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我们讲现在都是参议员哈，都已经开始投票给民主党的提案。那现在还有2个州，分别是密苏里州跟宾州的2个共和党的参议员也说，如果这个情况再恶化下去，他们也会转过来。那这个转过来就会限制到，这个案子就可能会通过，会限制到川普。关键就是不只是他花钱哈，他军事上也失利，他也是一个非法的侵略战争。你都跟人家在谈了，人家谈了都接受你的条件，然后呢，元首们聚会就会把人家一次给斩首、给端锅。这个没有什么可信度而言的这种霸权。然后结果你军事失利，然后你又打不下去，那封锁其实不要听我们台湾在翻译，就是西方的媒体过去这段时间，他封锁了将近造成70艘伊朗的军舰无法离开。但这70艘是这段期间伊朗相关的这个船舶的2.25%，就只有1/4，就另外3/4的船其实是离开的，因为它只有20多艘军舰，你在整个阿曼湾的外海去拦，也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拦住。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你封锁也有限，你战争行为无法打，然后你又不断的花钱，那当然这个在法律上其实也会面临到问题。那同时呢，美国的 CPI 这几天4月份的这个 CPI 消费者信心指数来到了3.8%，这个是3年以来的最高。然后呢，油价的飙高，然后我们如果用核心 CPI， 也就是把这些粮食的因素拿掉，也到2.8%，因为CPI 我们希望它最理想是维持在2%，所以你看，不管是2.8%还是3.8%，这都是前所未有的高了。那这个就对未来的经济以及选举会产生影响。所以呢，这些参议员就知道，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他们搞不好选举都会输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来看到，在此刻，美国的经济出问题了吗？连巴菲特这时候都出来警告说，美元快要崩溃了，真的要出大事了吗？今天不要错过这一集，我们会一起来做解读哦。因为呢，现在美债的部分已经正式的来到了39兆美元，现在说是不是炸弹要进入倒数计时了呢？光是美国每一年的利息得支出甚至破兆元，美国人民现在被通膨跟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今天就这一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股神巴菲特自己说的话，罕见的公开示警，美元可能会面临崩溃的风险。原因出在2个，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巴菲特认为是很危险的。巴菲特还提到了美国的债务问题更是严重，因为现在目前的美国的国债已经正式的来到了39兆美元，国债高筑，所要支出每一年的利息更是高达了1兆美元哦。那么美债的殖利率全面的也同样是在走高。我们看到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正式突破5%，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10年期的殖利率市场预测很快也会冲过5%的一个数字。巴菲特是这样说的：39兆美元会让美国 GDP 的数倍级的一个压力，这压力是非常的大，而且是全球史上最大的债务数字，永远还不完的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呢，刚刚特别提到了这个
光是利息得支付1兆美元。现在市场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债务的螺旋了。你的利率走高之后，利息就会变多，就得发更多的债。那么市场就会变得更恐慌，殖利率再飙升的话，最后变成永远还不完财务的一个大黑洞吗？更尴尬的是，美国现在还要负担包括在全球的军力的安排，不管是在这场俄乌战争，在这场美伊战争，或者是对于全球军力的部署上，同样3线都在烧钱呐。杨老师怎么看巴菲特的公开的担心？其实是比较罕见的。那现在美国会不会陷入财务的黑洞呢？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巴菲特这次的讲话前所未有的让美国的整个财经界都非常的紧张。他是何许人也？他是股神呐。股神一个很重要就是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他的投资多半都是以美国的企业为主。那你看到他在几十年来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里面是绝对的顶尖，他都今天发出这个警讯。我简单讲2个层面好了。第一个层面，现在你来到39兆美元，巴菲特也说，1年的利息你就要还1兆美元，而1兆美元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美国每年的政府支出里面的15%，15%你就要还债。而一个政府的这个年度预算，有一些是固定支出的，比如说人事、社福、教育，这都固定支出的。那你扣掉每个政府它还有多少的可动用资金？那你把这个扣掉，那它所占的比例就不止15%了。那所以它的排挤效应非常的严重。那如果你还想要多支出一些项目，川普明年又要想要把国防预算从现在9400多亿提高到1.5兆，那怎么可能？但是似乎好像要这样子才能够满足他大军事的一种虚荣心。那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知道这个39兆里面已经有超过31兆是公众持有，也就是说由全国际性的或者是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国外的法人、政府到个人所持有，而不是美国自己本身的政府或他自己的基金。那就表示什么？那就是发给大家。结果这个31兆是什么数字？31兆是美国的 GDP。美国的 GDP 在去年就是来到31兆。中国呢19到20兆。所以呢，这个当然计算是有这个汇率的关系，中国应该是比这个高。但是美国的31兆现在已经负担是100%的国债，所以当大家可能在对美国的经济失去信心的时候，那你开始就面临到可能这个出售挤兑，然后呢，你开始整个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光是这个层面，就是你还债的利息的排挤效应，以及你在这个100%的 GDP 是国际的跟国内的这种持有我觉得对美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我最后讲一个简单的数字，你知道2008年美国的公共持有的国债是多少吗？只有8亿美元。对不起，5亿美元。2008的时候只有5亿美元，现在来到31兆。对不起，我都讲亿，应该是兆，5兆变成31兆。好，所以一边是这个债务的问题现在其实已经让巴菲特做了一个很特别严肃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样来看到的是，刚刚巴菲特也说了嘛，因为通膨的问题也会让这个国债不断的升高。现在通膨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光看食品价格跟疫情比，是上涨幅度18%，房价上涨幅度超过50%。年轻人现在说出现了一个叫做终身的租屋世代，因为买不起房，就是终身租屋了，财政会不会走向失控？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您看到这个债务的这个殖利率为什么会升高？卖不出去嘛，风险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高，很多人为了避险，他需要你给他更多的好处嘛，所以它的价格就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他才愿意承担这个高风险去买你的公债。那你想是不是就越来越贵了？这是代表越来越危险。那一直这个情况的时候，您看到美国的每一任的总统还没上任之前都说，我知道债务破产、政府破产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一定要解决这个债务破产的问题。可是等到他当总统的时候，
拜登有解决债务吗？没有，他增加债务了。川普上来以后，他也说他要解决债务的问题啊，他有没有解决债务？没有，他不但没有解决债务问题，然后他还增加债务。原因很简单，每个总统的任期就是4年，他认为不会那么倒霉，就是发生在我任上嘛。是啊，每一位的经济专家都说快要破产了，但是呢，他说都没有啊，因为我们美元霸权啊，还有我们美元还是最强势啊。那个如果我们真的有问题的话，世界各国都会来救啊。因为当时2008年的美债危机不是就是这样吗？美元要破产啦，世界各国来贴钱啦，中国大陆贴最多啊，反正你们都要贴钱，让我美国人继续花。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存了这个侥幸的心态，一旦存了侥幸心态，他就敢花钱了。你看这个川普上来的时候，他刚开始也信誓旦旦的说要解决财务问题啊。结果呢，有没有解决财务？没有啊，他花钱花的比较多，比人还多。现在的情况是还发动战争，烧钱像烧流水一样，这代表什么？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的问题跟联准会降息不降息有直接的关系，不是间接关系哦，是直接关系。你一定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联准会才有可能降息，因为他也要看你这个失业率的情况嘛，就业率的情况，也要看你的这个通货率的一个情形。好，耶伦在卸任之前都已经告诉川普了，我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跟中国大陆继续打贸易战跟科技战，所以我们的关税都不降，不降的时候，对于美国的通膨2%，2%，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关税拿掉，这个2%就往下降了。是，结果呢，川普听不进去啊。拜登也听不进去，川普也听不进去。请问一下，这些总统都是不见棺材，见了棺材不见了死心。他要躺下去以后被钉上去了，他才会说我认了，我输了。你还没有定下去之前，他还是觉得可以从棺材爬出来的。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通货膨胀持续的延烧到现在就是在美国内呢。中产阶级尤其可以感受到这个正在快速的被掏空，而且年轻人觉得说我努力到底有没有用啊？那舰长又怎么看？我以前听过一个什么叫做美国梦，然后我听他们讲完之后，我听了真的是蛮感动的。他说你生活在美国，你只要有个正常的工作，一个全职的工作，好比说你是一个巴士的司机，好比说你是在一个福特公司里面做一个造汽车的工人，就是一个全职有健保这些东西，你可以很轻松的娶妻生子。你可以贷款买一个房子，你可以贷款买一个车子，你可以买一个冰箱，你可以买一个电视，你可以养2、3个小孩并供他们教育，然后除此以外，将来有一天你退休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就是说安享晚年，就是一个中等阶级的。是，我相信包含现在年轻人听到都非常的羡慕。我当时仔细想想，美国的家庭的确如此。那时候全世界很多国家根本就还没有电视啊，什么冰箱他们都有，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川普在年轻的时候讲说，我认为美国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天下事我都不管，美国是天选之国，我们只照顾我们自己。说我一直非常支持川普，直到他真正当了总统之后，我才发觉你哪有照你当初说的做啊？他现在在做什么？大花钱，他在照顾第一个汽油商发财了，军火商发财了。你知道这2个人都发财了，汽油商发财了，人民都